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何文。11月本该是四中全会后官场统一口径的月份，却突然冒出一连串的反常讯号。军报不再提习近平，山东官媒敢把习近平总书记6个字整篇删光，新疆高层3天2落马1猝死，刀口稳稳指向刚被调离的马兴瑞。人民日报还在讲青年干部要学习习近平自找苦吃，但是整个系统却呈现越忠诚越危险，越吃苦越容易出事的现实。官场叙事正在松开一条缝，这个11月比往年更透着寒气。排位松动的11月，从军报到山东官媒，口径突然换平了。2025年11月11号，一个看似普通的星期二，中共官媒的语气忽然变了声，那种变化不是敲锣打鼓似的，而是像深夜厨房里突然熄了一盏灯，光线少了一点，暗影多了一点，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对。解放军报要闻版推出了一篇署名桑林峰的强军论坛文章，题为“言语高于地方，走在全党前列”。按过去10年的规矩，只要文章里含有政治整训、政风反腐这类关键词，那个人民通常会像天花板中央的灯泡一样，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最亮的位置，习近平。但这次没有。文章讲何卫东、苗华被查，讲军队反腐要吹冲锋号，讲战斗力是第一硬道理，讲子弟兵的荣耀传承，可全篇硬是没提一句2个确立，没提2个维护，没提2442，最重要的是没有提习近平。没有喇叭，没有口号，没有那一套标准配置，文章干脆把所有主语都收回到党、党中央、人民军队这些集体名词上，用词干脆到甚至带点故意。熟悉宣传口的人一看就懂，这不是文风换了，而是政治风向变了。北京的降温，山东的试水，同一场会议2个版本。更耐人寻味的变化发生在2天前的山东济南，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11月9号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做宣讲报告。当天下午4点多，新华社为此发了宣讲会的标准通稿，格式很标准，主语很标准，气势也很标准，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但是官方黑板上的答案，谁都知道这是中央的定调，不能少，不能改，也不能乱动。2个小时之后，山东省级官媒闪电新闻发了同一场会议的稿子，画面差不多，座次差不多，讲话内容也差不多，但是文字一出来，所有人都愣了。同一场会，同一个王文涛，但是山东稿子里完全不提习近平，不是少提，是零，不是不强调，是整个抹掉，连那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最低标配，也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干干净净的不见了。全文只剩下党中央四中全会精神、全会部署。在过去10年，这等于往火山口跳。在习的年代，一个省级官媒不敢写核心2个字，就是足以让省宣传部长、省委书记连夜收拾桌子的级别。但是这次什么都没发生，稿子照发，挂在首页，没有撤稿，也没重新发布。这不是误操作，这是故意的。这不是山东乱来，是山东听懂了北京的新信号。为什么敢？因为北京先动了。四中全会刚结束之后，人民日报连出8篇重磅署名文章定调，其中最该带头吹哨子的人是中宣部长李书磊。按规矩，他应该是全国宣传口的总指挥，理论上最应该把2个维护、2个确立喊到最大声。但是李书磊那篇文章反而把音量调低了，习近平提的少了，党中央提的更多，核心不在每段都挂，2442干脆不提。这对全国宣传系统等于是一张新版操作手册，
以后可以少点肉麻或喊口号，党中央的集体要往上提，那个名字不是不能提，但不必大书特书。北京降温，山东试水，中央也不追责，这才是真正的信号。习核心的排位开始松动了。新华社为何没跟着降温？因为那里是另一派的底线。奇怪的是，新华社仍老老实实把习近平名字写进最重要的位置，这不是矛盾，而是另一个讯号。党内两种力量正在拔河，一边是李书磊代表的降温派，把叙事从个人崇拜往集体领导拉；另一边是新华社背后的坚持派，排位不能塌，名字必须亮。于是就出现了中央官场罕见的3种版本：一、理论层，李书磊降温，党中央优先；二、中央层，新华社妥协，名字还要写；三、地方层，山东试探，干脆不写。中共文宣系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混乱讯号。他也在告诉外界，那块10年来谁都不敢碰的核心排位，如今已经是上面有人在降温，中间有人在打折，下面有人在试探能不能去掉。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1号通报，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在任上被查。11月3号，新疆兵团纪委书记江新军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兵团日报在11月5号刊出讣告，8号陆续被多家官媒与外媒转载。11月1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属于刀把子系统要职的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军在任上被查。3件事连在一条线上，一位副省部级在任落马，一位专抓别人的纪委书记猝然离世，一位手握维稳与刑侦资源的政法一把手被拿下。这不是零散火点，而是沿着同一条电路，依序把保险丝全烧断。马志军常年新疆基层历练，曾担任过于田县委书记等职。据上官新闻报道，马志军最迟于2022年出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他火速提拔的时间点，正好与马兴瑞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如今被查，等于从新疆首府政法这个关键枢纽硬生生打穿一个洞。金之镇，江苏镇江人，回族，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硕士，曾任新疆新能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国际经济合作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8年，金之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党委副书记、五家渠市委副书记等职。同年11月，先后担任昌吉州党委副书记、代州长、州长。他在2023年1月任新疆政协副主席，后兼任新疆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在4中全会之后第一时间被拿下，节点耐人寻味。江新纪身份最特殊，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兼兵团党委书记、监委主任，理论上是反腐箭头位。这样一位监督者在工作时猝然去世，虽然官方表述为突发疾病，但在政治清理的敏感期，客观上加剧了外界对兵团系统内部压力与风险的想象。把3点连成面，落脚点自然会指挥马兴瑞。他在2021年底至2025年7月期间掌管新疆，没届满被紧急调离新疆，由王岐山的旧部属陈小江接棒。陈小江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对摸底调查相当熟悉。马兴瑞一离开，中央巡视组同月进驻新疆。马兴瑞调入北京之后，虽然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并没有获得重用。他受到了多起弊案牵连：一、新疆官员的密集落马，可能均与其有关联；二、坊间传出恒大房地产公司老板许家印被调查期间，供出多名高官在广东任职的马兴瑞或被牵连其中；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命令深圳市属国企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和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妹夫徐新建任职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展开洽谈。
最后于2016年12月以耗资42亿，溢价近3倍的价钱，获得了连续亏损了8年的信达财险股份。也是在2016年12月30号，马兴瑞如愿以偿地担任了广东省副省长，并于2017年1月当选广东省省长。11月11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忽然推出了一篇颇具年代感的文章，题目叫做《年轻干部不妨多些自找苦吃》。文章从头到尾绕着一个观念转：现在的年轻干部躺平、挑肥拣瘦，遇到苦活难事能躲就躲。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两家河插队时是怎么干的？自找苦吃。文章举得极细，打罢修田、建沼气池、挑大粪，全部是早年经典宣传的素材。人民日报的论述逻辑也很熟悉，年轻干部想成长，就要多吃苦、多磨练，爬坡过坎才会成才。这篇文章如果放在10年前，读者大概会觉得还行，起码不意外，但放在今天这个节点，效果几乎成了反面教材。为什么？因为文章端出的吃苦哲学与当下整个政治场景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奇怪的错位感。就在人民日报劝年轻干部自找苦吃的同一天，2个画面摆在所有人眼前。第一个画面，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上将被一批批的拖出去，76名上将被提拔，如今过半因贪腐落马，军队的架构出现整排倒的情况，甚至一些重要军区军种的位置只能由副职代理，像一栋楼里主梁全部松动，只能先用木板顶着。第二个画面，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地方大员，如今也纷纷被端上桌。从贵州官员的落马潮，到新疆官场的一串重击，再到杨澜澜案、万科案牵出习近平家族资源垄断的讨论，整个官场氛围早已不是干部不肯吃苦的问题，而是谁下一个进包围圈的恐惧。这些人不是不肯吃苦，而是吃苦没用，吃苦换不到安全，辛苦买不到前途。当宣布自找苦吃的是一个提拔的大将半数被查，地方大员连环落马，纪委书记都可能工作猝死的年代，宣传口在讲吃苦光荣，更像是把一套过时的励志剧本硬往今日的高压环境里塞。从军报变调到地方官媒直接去习化，从新疆官场的3记重击到宣传口硬塞吃苦论，这些讯号单看都像小波动，但串联在一起就是一张清晰的结构图。叙事在改写，习核心排位在松动，权力拼图正在重摆。中共体系里最忌讳的不是反对，而是不再保持一个声音。11月的这些细小裂缝，往往才是大政前的深层移位。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